姑娘，冒昧打扰，在下途经此地，腹中饥渴难耐，可否讨一口饮品垫垫饥？3块1罐，扫码付现都行。姑娘，在下只求一口清水果腹，此物圆滚滚，冰凉坚硬，是何物？气泡酸梅汤，不是水啊，能喝，解渴又解腻。我说你这人没喝过罐装饮料啊，拍戏也敬业过头了吧？天哪！此等佳饮入口清甜，腹中气泡翻涌，简直是世间罕有的仙酿。姑娘，你这仙饮还有多少？喏，柜子里多的是，想拿就拿，3块钱1罐，给钱就行。这些都可以卖给我？只要给钱，随便拿。10罐，一共30。此乃军中玉佩，价值远超30。不是吧，兄弟，拿道具想白嫖啊？姑娘莫玩笑，这是实打实的军中信物，绝非凡物。姑娘，在下有个不情之请，明日能否再为我准备100罐这种仙饮？这人怕不是拍戏拍傻了，脑子有点不对劲。这样，没问题，明天给你备好。一言为定，多谢姑娘成全。反正这火锅店也撑不了几天就要倒闭了，就当陪剧组演员演最后一场戏。10罐饮料也不值钱，无所谓。爹娘，我找到了，我找到能解渴充饥的仙饮了。恒儿，何事如此慌张？你说找到了什么？这周身发亮、奇形怪状的物质，看着像金属器器。爹，这不是铁器，是仙饮，入口清甜，远比粗茶凉水好喝100倍。这盖子封得这般紧实，连个开启的地方都没有，要如何饮用？糟了，方才只顾着买饮品，竟忘了问开启的法子。爹娘稍等，我这就打开，让你们快尝尝这世间佳饮。爹娘，快尝尝，这仙饮甘甜清冽，最是解乏之可。你这孩子从哪儿寻来的古怪饮品，害得为娘这般失态？虽是形制怪异，但味道却绝佳，还清冽解乏。这仙饮还不贵，昨日10罐只花了我1枚军中玉佩。此等精致器物，外加这佳酿，确实不贵。你究竟是在何处寻到这等好物？就在城南那家古怪小寺，店家还答应我，今日给我备好100罐仙饮。这乱世饥荒之年，竟然还有售卖饮品的铺子。我也觉得蹊跷，但眼下顾不上多想，有了这仙饮，再慢慢囤些尸食，编成数万百姓就有活路了。连年战火，颗粒无收，百姓饥寒交迫，如今竟有这般机缘，真是苍天垂怜，北境苍生啊！如此清澈干净的活水，竟用来洗手糟蹋，这店家也太过奢靡浪费了。昨日与姑娘有约，自然不会食言。这些全当预付，购置100罐仙饮。又是这些拍戏道具，还想白嫖我的饮料，真当我好糊弄？行行，不用给了，饮料都在冷藏柜里。谢谢。拿吧拿吧，反正火锅店明天大概率就要倒闭关门了，左右不值几个钱。姑娘，方才你便是用清水洗手？不然呢？不用自来水洗手，还用啥？姑娘可否行个方便，明日可否也将这清水售卖于我一些？唉，怕是不行了，我这火锅店资金周转不开，撑不下去，明天就要关门歇业了。姑娘万万不可关门，边城百姓还等着仙饮净水果复活命，若是断了来源，
万千苍生该如何是康？我也没办法啊，没钱撑不下去，只能倒闭。姑娘所说的资金，在下不懂是何物，若缺钱财，这黄金可能帮你周转。我来个豆，你拿这么大一块金疙瘩，就为了买我店里的饮料和自来水？姑娘有所不知，北境边城连年战火饥荒，粮草断绝，百姓食不果腹，连干净饮水都难求。唯有你这里有吃食，能救全城百姓性命。666演都不演了，咱们这边前2天刚下过雨，哪来的饥荒啊？还全城救命，演的也太夸张了。姑娘的言语，在下着实难懂，只恳求你千万不要关门停业。行了行了，你赶紧把要的饮料拿走吧，我没空陪你演古装大戏了。姑娘放心，我明日定会再来拜访，还望姑娘暂且不要关门。真是演戏也魔怔了，好好的年轻人怎么沉迷成这样？我的天，纹路、材质、款式全都对上了，不会真的是古代真品吧？不管了，明天找个古玩店问问，万一值钱，我这火锅店就不用倒闭了。陆将军，城中饥荒已久，百姓快要饿死了。朝廷既然拨了赈灾银款，为何迟迟不发粮食吃食？乡亲们稍安勿躁，朝廷确实下拨了赈灾员银钱，可如今边城千里饥荒，四处颗粒无收，有钱也买不到1粒粮食和干净饮水啊！各位乡亲稍安勿躁，陆府从未放弃过大家。如今我已经寻到上好饮品，暂且能解口渴，往后定会源源不断给大家送来吃食。这是何仙饮？这味道简直是太好喝了！恒儿，你昨日说店家今日还能供应饮品，不知往后能否长久供给？爹，此事不好说。那姑娘言帅店铺资金不足，明日便要停业关门了。什么？他那里明明甘泉源源不断，吃食饮品堆积如山，为何偏偏要关门？孩儿也百思不得其解。他口中常说资金二字，孩儿实在不懂，这资金究竟是何物？莫非资金便是黄金白银？如今北境奇缺粮草饮水，怕是有旁人暗中盯上了那处奇寺。我陆家最不缺黄金，明日你带上500两黄金，务必前去稳住店家，万万不能断了百姓的生路。恒儿，民生大事非同小可，明日你带着这些金条，好生与店家商量。爹娘放心，孩儿明日定竭尽全力，留住这处接济之源。姑娘，这块玉佩来路可不一般，你从哪儿得来的？祖上传下来的，家里老一辈留的。我也不跟你绕弯子，这个数卖不卖？2万，2万1块。小姑娘，我不坑你，这是古代将门专属军玉，存世极少，有极高考古收藏价值，我给的是实价。老板，你可看仔细了，就这么一块玉佩，能值2万，别瞧走眼了啊！错不了，玉质、雕工、纹路，年代全对上了，绝对是真品。我做古玩几10年，这点眼力还是有的。成交。我的天，一块玉佩就值2万，我还有4块玉牌，另外还有那块大赤银条，这哪是倒霉倒闭，分明是天上掉馅饼砸我头上了。好家伙，金主爸爸这是又上门送宝贝来了。姑娘，这些金条能否抵你口中所说的资金？能，太能了。到底是能还是不能？能，100%能。既然黄金能当资金，那姑娘是不是就不用关门停业了？有了大佬这份厚礼，店不仅不关，还能好好装修翻新，长久开下去。在下并非先生，我名陆恒，乃是北境镇守边城的少将。边城少将？难不成你根本不是拍戏的，你是真的古代人？啊，姑娘此言何意？没事没事，我随口乱说。你今天过来还是只需要饮品吗？
眼下边城百姓只靠饮品店衣，终究不是长久之计。若是姑娘还有可饱腹的吃食，我愿高价求取。饱腹的包子、蒸饺、烧麦这些面食点心，姑娘竟还能弄到这般饱腹主食，简直是边城百姓的福气。今天太晚了，面点铺子都收摊了，明天我给你备上。若能如此，我替边城数万苍生谢过姑娘大恩。小事一桩，不用这么客气。对了，姑娘，方才我想让府中侍卫一同过来搬饮品吃，可他们走到店门口，却像被无形屏障挡住，怎么都进不来，不知是何缘由。这个我也从来不知道还有这事儿。既然店铺不用关门，那今日我可否先带些那里边的清水回去，也能解百姓饮水之急？收了人家这么多金条，再让人喝自来水，也太丧良心了。那水看着干净，其实杂质多，容易闹肚子，不适合直接饮用。那般澄澈清流，竟还说不干净，这现代店家的心思实在难懂。你今天先把冰柜里的罐装饮料都带回去，明天我给你准备整箱的纯净水，干净又能直接喝。那就有劳姑娘，我明日再来取用。我勒个扫高！我这破火锅店居然真的连通古代时空，小说里的穿越奇遇居然真落我身上了。不管了，先不想那么多，眼下最重要的是看看这些金条到底能值多少钱。姑娘，屋内香气四溢，桌上这冒着热气的物质，又是何种珍奇吃食？自热小火锅呗，你没见过也没吃过。无需柴火，无需灶台便能做成。对啊，加水自己就热了，几分钟就能吃，懒人神器。世间竟有这般不用生火就能烹煮的吃食，实在太过神奇，莫不是仙家秘法？行了，别愣着了，我再给你整一盒，你尝尝就知道有多好吃了。那就叨扰姑娘了。乖乖等3分钟，立马就能开吃。好啦，开动，尝尝味道怎么样？天哪，在下此生从未吃过如此鲜香入味的吃食，口感丰富，香辣回甘，比军中宴席还要美味100倍。吃火锅精髓就在汤里，别光吃菜，汤也得喝干净，那才叫到位。此等吃食，堪称人间绝味鲜食。如今边城饥荒遍地，百姓日日啃草根，喝浑水。若是能让灾民都尝上一口这般美味，也算慰藉疾苦了。这简单啊，我多囤点就行。姑娘此话当真，真能大批量供给？不过刚好我这火锅店准备装修翻新，索性我一次性给你备大批自热小火锅，量大管饱，够边城百姓撑上好几天。姑娘心地良善，体恤苍生，边城数万百姓都要感念姑娘这份恩情。多大点事儿，举手之劳而已。明天你来直接拉货就行，我提前给你备好满满一堆。那我先行告辞，明日准时前来取食。恒儿，今日前去可还顺利？店家可还愿意长久供给吃食？爹，店家不仅愿意供给，还答应大批量相赠自热小火锅，无需生火，即刻可食，味道鲜美之极，足以接济全城灾民。自热火锅无需生火便可食用，世间竟有这般奇物，味道绝佳，饱腹感极强。若是大批量送来，足以解眼下饥荒燃眉之急。只是姑娘说店铺要修缮翻新，修缮店铺乃是大事，理应体谅。既然有那自热火锅可以顶替，倒也无妨。孩儿也是这般想法，明日我便去大批量运回，先让百姓安稳度过这段时日。甚好，有此机缘，北境苍生有福了。各位乡亲，安静听我说。近日承蒙世外姑娘善心接济，送来大批珍馐吃食，名为自热小火锅。我北境连年饥荒，今日便分给大家，人人都有，排队依次领取。陆少将，这物件看着四四方方，既没有水面，也没有干粮，要如何食用啊？
只需加水静置片刻，它便能自行发热烹熟。片刻之后便可开盖食用，饱腹又美味。这辈子从没吃过这么好吃的东西，比起啃草根喝浑水，简直是天上地下。这绝对是仙家珍馐啊！那位姑娘定是下凡的神女，特意来救我们北境苍生。恒儿，这位姑娘接济粮草吃食，救了全城数万百姓性命，恩德深重。快将这位姑娘请到府中，老夫代表全城百姓当面致谢她。爹，此事怕是难以做到。那位姑娘衣着言行、谈吐举止，全然不似我们世间之人。更奇怪的是，唯有我能自由进出她那间火锅店。府中侍卫、随从每次靠近店门，都像被无形屏障阻隔。竟有此事，旁人无法靠近，唯独你能出入。莫非这位姑娘真是隐居世外的仙人？爹说的极是，咱们陆家早前遭朝中权贵构陷，才被贬来北境疏江赈灾。如今恰逢饥荒绝境，忽然出现这般奇人奇事，恐怕真是上天垂怜，仙人显灵，庇佑北境苍生。有理，既然是仙人下凡施恩，我等不可怠慢，即刻下令召集能工巧匠，为这位姑娘铸造金身神像，修建祠庙，日后全城百姓日日香火供奉，永世感念恩情。孩儿这就安排下去。对了，爹，那位姑娘说她的火锅店近日要装修翻新，几日之内没法再供应面点熟食。装修？莫非是修缮那间仙寺宅院？孩儿猜想应当是此意。不过姑娘早已配好大批自热小火锅，足够百姓支撑好几日，暂时无需担忧断粮。那就好。饥荒之年，只要有吃食能饱腹，便是苍生最大福气。等他仙寺修缮完毕，我们再备厚礼登门道谢。孩儿明白。姑娘，听闻你的火锅店要翻新修缮，家父特意命我送来这2件器物，乃是当年皇上御赐边关的青玉古瓶，可摆在店里做装饰，略表我陆家一份心意。皇上御赐的？怎么，姑娘是不喜欢这般样式？若是不喜，我便再换别的物件送来。喜欢，太喜欢了！这种品相的摆件，谁能不喜欢？我丢，这特喵皇家御赐古董，妥妥的无价国宝，随便拿出来送人情，这名门世家也太好坑了。姑娘若是中意，我明日再从府中搬几尊古玉鼎过来，给你店里多添些雅致陈设。别，这2个就够了，真的不用再送了，太多我都没地方放。再来几件我心脏都受不了，随便一件都能值天价，可不敢再收了。这些全都是为我准备的吃食。对啊，都给你备好了，够边城百姓吃好几天了，应该够用了吧？够了，足足有余。姑娘实在太过心善。那行，东西你拉走就行，我这边这几天要动工装修，就先不营业了，你也不用再过来跑一趟。既如此，那我便不打扰姑娘修缮的店铺，今日先把这批珍馐带回，姑娘安心装修便是。姑娘又带宝贝过来啦。老板，你帮我长长眼，看看这一对古瓶是什么来头。姑娘，你可知道你手里这是什么重器？看着像是古代官窑老物件，具体我也不太懂，你给说说。这可不是普通官窑，这是边关皇家御赐青玉双耳瓶，存世极少，品相还保存得这么完好，世间难寻第2套。那这个值钱吗？姑娘，我跟你说实话，前年拍卖行出过一只同纹路同制式的边关御赐玉瓶，单只就拍到3个亿。你这是成对完整器，品相完美无缺，价值更是没法估量。3个亿一只？没错，这还是前年的价。如今像这种皇家御赐、边关将门传承的重器，有钱都难收。那老板，你收不收？我想出手。姑娘开玩笑了，我这小古玩店把家底全变卖了，也买不起这一只。我可以帮你对接顶级藏家，给你找大买家，保证卖的公道价。我的妈呀，3个亿一只，这要是传出去，万一被查成倒卖国宝，我这辈子都完了。算了，我暂时不卖了，先放我手里存着。哎，姑娘你别走啊，我帮你找买家，价格绝对公道。这玩意儿太烫手了，价值几个亿，随便露个风声都容易惹祸上身。
万一被人盯上，再扣个倒卖古董国宝的罪名，我小老百姓可扛不住。先安安稳稳藏起来，以后再说，绝不轻易拿出去露面。各位乡亲，仙寺姑娘近日要修缮店铺，几日无法供以面年，今日特意送来大批自热珍馐，大家排队领取，每人一份，安分有序。娘，这盒子里是什么？怎么吃呀？大家看好，先撕开外包装，取出食药料包，底层加水，盖上盖子，静置片刻，它自会发热煮熟。这辈子从没吃过这么香的吃食，暖乎乎又饱腹，简直是天上才有的鲜味。有生之年能吃到这般神女的福气。这吃食的汤底更是精华，万万不可浪费，一定要饮尽。陆恒却陆老将军。此等珍馐滋味绝妙，实在是人间难得的美味。恒儿，神女的金身神像可曾塑好？回爹爹，道观匠人已经完工，即刻命人动工修建神女祠庙，直至百姓日日供奉，感见救命之恩。爹爹所言极是，北境苍生蒙神女救命大恩，理应全民出力修建祠庙，世代香火不绝。我懂瓦匠手艺，修庙我来，我会木工，也算我一个。怪事，今日腹中绞痛不止，已然下泻数次，甚是古怪。我也是这般状况，浑身酸软，腹痛难忍，实在蹊跷。老爷，不好了，大事不好了！慌慌张张，出了何事？城郊修祠庙的村民全都罢工倒地了，不少年轻壮汉尚且撑不住，老弱妇孺更是谢不止，连站立都费劲。爹爹，孩儿腹中也绞痛难挨，整整难受了一日。难不成是我们哪里礼数不忠，怠慢了神女，引得神女动怒，降下惩戒？看模样不像是责罚，更像是吃食不付肠胃。孩儿即刻前往仙宿一趟，当面问问姑娘缘由，也好求得化解之法。快去快去，千万好生请教，莫要失礼。哎，我不是跟你说了这几天装修停业，不用过来拿东西了吗？你怎么又来了？你这是怎么了？姑娘，出大事了！边城所有百姓吃了几日你送来的自热珍馐，如今全城上下几乎人人腹痛泄泻，虚弱无力。你们不会是1天3顿，连着吃了2、3天吧？正是，饥荒日久，百姓难得吃上饱腹美食，便日日3餐都吃这个。我的天，肠胃清淡惯了，突然猛吃油腻麻辣自热火锅，不拉肚才怪。别慌，就是太油腻，肠胃承受不住了。快把这个吃了，立马就能缓解。这小小一枚丹药，竟有如此神效，转瞬之间腹痛全消，当真乃是仙家灵丹。别惊叹了，赶紧把这一盒带回去，分给城里百姓，一人吃1片，千万别再暴饮暴食了。多谢姑娘慈悲相助，挽救满城百姓于病痛之中。各位乡亲莫慌，我从神女仙寺求来仙家灵丹，服下便可止住四泻，恢复元气。大家依次上前领取。恒儿，看来是我们行事不周，引得神女略施惩戒，竟是我们不可贪小珍惜。爹爹并非神女怪罪，姑娘说只是真仙油水过重，百姓肠胃一时难以适应。不管如何，神女对我们恩情深重，等百姓彻底抗御，继续动工修建神女祠，香火供奉万万不可耽搁。孩儿明白。启禀侯爷，近日陆将军父子不知从何处得了大批吃食，竟把数万灾民稳稳安抚住，百姓人人感念陆家恩德，声望一日比一日高档。此话当真？北境连年饥荒，寸草不生。
他陆家凭什么凭空拿出粮草吃食安抚灾民？千真万确。如今城中都在流传谣言，说陆家得了世外神女庇护，才有源源不断的珍馐仙饮接济百姓。哼，一派胡言！什么神女庇护，纯属蛊惑人心的荒唐说辞。老夫绝不相信这等虚妄流言。你即刻派人前往北境边城，暗中打探清楚，查明白陆家的粮草吃食究竟从何而来。奴才遵命，这就暗中派人前去打探。若真让他借着救灾声望重回朝堂，日后必定压我一头。此事绝不能任由其发展。恒儿，那位仙寺姑娘的店铺可以修缮完毕。回爹爹，姑娘说近日已经动工翻新，暂且无需送物资过去。姑娘翻新店铺、修缮陈设，定然耗费不少钱财。把这些黄金带上，明日送往仙系，算作我们陆家一份心意，补贴修缮开销。孩儿记下了。恒儿，眼下靠着姑娘源源不断送来吃食，百姓暂且安稳。但这般长久接济，终究不是治本之法。爹爹的意思是，常年白吃白拿，百姓容易心生依赖，日渐慵懒，不愿劳作。长此以往，再多积蓄也会耗尽。想要真正度过饥荒，唯有找到沃土，开垦荒地，让百姓自己耕种，自给自足，才是长久之道。爹爹思虑周全，孩儿未曾想到这一层。北境连年大灾，土地贫瘠，千里荒芜，难寻可耕种的良田。那位姑娘身怀莫测神通，或许有法子帮我们寻得沃土，引出生机，彻底根治饥荒。只是这般逆天之事，恐怕难度极大，未必能如愿。即便不成也无妨，你明日前去仙寺，委婉向姑娘请教一番。若无对策，我们也只能另寻他法。孩儿明白，明日便前去拜访姑娘，诚恳请教。哇，这仙寺修缮之后，竟如此华贵气派，规制陈设，甚至比皇宫行宫还要奢华100倍。对了，边城百姓现在都恢复好了吧？没人再腹痛塞泻了，全都安然无恙，人人恢复康健。此事全靠姑娘赐下灵丹妙药，陆恒替全城百姓再次谢过姑娘大德。别这么客气，本来也是我给你们吃的东西太油腻，害大家遭罪，我也挺愧疚的。以后我不给你们大批量送自热火锅了，就供应包子、蒸饺、杂粮面点，清淡饱腹。全听姑娘安排，姑娘如何供给，我们便如何许用。姑娘此番翻新修缮仙寺，定然耗费不法银两。这2锭黄金是家父一点心意，还望姑娘收下，补贴装修花销。不用不用，姑娘万万不可推辞，这是家父一片心意，也是边城百姓的一点感恩之恩，还请姑娘莫要负了好意。那好吧，我就暂且收下了。对了，待会儿送面点的王阿姨要过来送包子蒸饺，你稍等片刻就行。无妨，我在此等候便是。那你先坐着歇会儿，我去整理下东西。姑娘请留步。怎么了？还有事吗？如今有姑娘日日接济吃食，百姓暂且安稳度日。可长久依靠姑娘接济，终究不是长久之计。时日一久，百姓难免心生惰性，不愿耕作谋生。北境边城荒芜多年，难寻可耕种的沃土。我等只想寻得大片良田，让百姓彻底摆脱饥荒之苦。解决荒地，找能种地的良田。正是，不知姑娘身怀神通，可否有法子？我的天，她真把我当成无所不能的神女了。我就是个开火锅店的普通人，哪有本事给古代找可耕种的土地啊？这也太看得起我了。这个我真帮不上忙，我就是个普通开店的。姑娘不必为难，此事本就难如登天。姑娘若是无能为力，我也绝不强求。哎呦，闺女，你这火锅店重新装完也太气派了。奇怪了，王阿姨眼睛一直看着我这边，怎么完全看不到陆恒？难道除了我，普通人都看不见穿越过来的他？还好啦，阿姨，简单翻新了一下，辛苦你特意把面点送过来了。你一个小姑娘守这么大店也不容易，要是搬东西忙不过来，我帮你一起把这些面点归置好。那就麻烦阿姨了，真是太谢谢你了。总数都在这儿了，你抽空把账转给我就行。好嘞，阿姨，等下我就给你转账。方才那位大娘凭空送来这么多吃食，竟不知从何部置办而来，当真神奇。就是城里面点铺订的，很平常，东西都给你备齐了，你可以带走了。多谢姑娘费心，那我便先行告辞，带回边城分给百姓。荒唐，实在荒唐。
这破酒肆灶台冰冷，无粮无火，连个人影都没有。那陆世子整车整车的包子媚食，究竟是从哪里变出来的？此事太过诡异，必须立刻回去禀报侯爷，万万不能让陆家借着这诡异仙俗继续收拢民心。恒儿，今日前去仙寺，那位姑娘可有帮我们寻得可开垦的沃土良方？爹爹，此事终究太难。姑娘言明自己并无这般通天本事，实在无力帮我们寻荒地生计。无妨，连年饥荒，大地荒芜，本就是逆天难事。姑娘无能为力也情有可原。眼下只要姑娘愿意持续供给吃食，稳住数万百姓温饱，便已是天大恩情。孩儿也是这般想法，只能走一步看一步。启禀侯爷，属下已经暗中探查清楚了。讲。属下一路尾随陆世子，亲眼见他从城北那间废弃破老酒肆里搬出整车整车的包子点心。可那酒肆早已荒废多年，根本不像是能做出大量吃食的地方。荒弃破肆，无出无粮，却能源源不断变出大批吃食，实在诡异蹊跷。此事太过离奇，实在让人捉摸不透。依本侯看，那破老酒肆就是陆家藏着的神秘据点，靠着这诡异据点凭空变出粮食，收买民心，积攒声望。既然摸不清来路，那就让这处破碎彻底消失。你暗中安排人手办吧。奴才明白，这就去安排，定做得干净利落，不留半点痕迹。当年好不容易把陆家贬到北境戍边赈灾，绝不能让他们借此稳固声望，重回朝廷。走水了！城北破老酒肆走水了，火势极大。陆将军，陆世子大事不好，城北那间神秘老酒肆起了大火，已经烧得面目全非了。看这火势蔓延痕迹，起火点位绝不像是意外走水，分明是有人刻意为之，存心毁掉这处仙籍据点。这酒肆可是咱们全城百姓的活命根基呀，谁会狠心做出这种缺德事儿？别让我知道是谁干的，我饶不了他！如今追究凶手暂且不急，当务之急是把这处仙室原样重恢复原。不管修好之后还能不能连通神女仙寺，这是神女的居所，也是我们的恩地，必须原样修缮。世子所言极是，明日天一亮，我便带人过来动工修缮。我负责给修缮的乡亲烧水做饭，分文不许。我们村里青壮年都来出力，人多手快，最多3日，定能原样修好。老夫替陆家，替全城苍生，谢过各位乡亲大义。大家今夜暂且回去休息，明日动工。爹爹，依您看，会是谁暗中下此狠手？眼下没有证据，暂且无从查起。先放下猜忌，专心修好仙寺，守住恩地，比追查凶手更为要紧。孩儿明白。奇怪，他这都2、3天没来拿包子了，往常天天准时过来，不会出什么事儿了吧？阿姨，往后几天包子先不用送了，暂时停一下订单。咋突然不送了？是包子口味不合口味吗？不是的，阿姨，跟包子没关系，是我这边暂时用不着了，等我需要了再提前联系你。行嘞，那我就先不备货，你啥时候要随时给我发消息就行。老先生，不好意思，我店里这几天不营业，不接待客人。姑娘莫紧张，我并非来用餐吃饭的。那您请坐。姑娘应该认识古玩街那家老店的老板吧？我只是去过卖过2件小东西，跟老板不算熟络。姑娘不用设防，我听闻你手里有一件极其珍贵的边关御赐青玉古瓶，特意过来拜访。消息传得这么快，连这种大人物都找上门了，果然古董太惹眼。老先生误会了，那只是家里祖传的普通摆件，不值什么钱，我也没有打算出手变卖。姑娘不必急着拒绝，我知道你担心价格不合适，也怕来路惹麻烦。我真心喜爱收藏古文物，
愿意在市场价基础上再多加价5000万收你的玉屏。我名下有上市公司，专门给有关部门提供地质气象勘测设备，钱财方面姑娘完全不用顾虑。地质勘测设备，那荒地探测找可耕种的肥沃土地，你们也能做吗？自然可以，这是我们最基础的勘测项目。太好了，我要是把玉屏卖给这位老先生，换一台土地良田探测仪，就能帮陆恒他们找到可耕种的荒地，彻底解决北境饥荒了。姑娘不必当下做决定，慢慢考虑，什么时候想通了，随时打名片上的电话找我。神女姑娘恩德深重，保佑北境苍生安稳，也盼日后还能再与姑娘相见，机缘不断。王爷，世子，城北那间破败仙寺已经按照原样完全修缮完固了。太好了，快走，随我前去看看。人怎么不见了？果然是仙家秘境，寻常人不得入内，唯有恒儿能穿梭其中，当真不可思议。我还以为再也见不到姑娘了。我还纳闷你好几天不来拿东西了，到底出什么大事了？怎么突然断了音讯？不知是何方歹人暗中作祟，把连通两界的老酒肆烧成了一片废墟，我几日都无法穿梭过来，也没法给姑娘捎信。那酒肆是给百姓供给吃食的地方，谁会这么歹毒，非要毁掉？眼下还查不出幕后之人，家父已经暗中派人暗中追查缘由。你突然过来，我也没提前给你准备包子便点。无妨，前些时日姑娘送来的吃食还足够百姓支撑几日，暂且不缺粮食。城中百姓还等着我带回平安消息，我不便久留，这就先回去了。哎，你等一下。前几日你跟我说想找能开垦耕种的荒地，彻底解决北境饥荒，不用一直靠我接济吃食。姑娘莫非有法子能帮我们寻得沃土良田？应该有办法，只是现在还不能完全确定，等我敲定了再告诉你消息。若是姑娘真能帮北京解决荒地难题，那便是数万苍生永世难报的大恩大德。先别谢太早，我尽力试试，有消息我第一时间告诉你。这一对玉瓶价值连城，留在我手里只能当摆件，毫无用处。若是卖掉换来土地探测仪，就能让边城百姓永久摆脱饥荒。这笔买卖怎么算都值得。先生您好，您说愿意加价收购青玉双耳瓶的事，我考虑清楚了，同意交易。太好了，我在城西古玩会所，你现在带玉瓶过来便可。本侯一把火本想断了他陆家的良缘，谁知那群贱民反倒齐心协力将破萨修好，简直成事不足败事有余。侯爷息怒，眼下百姓人心尽数偏向陆家，硬来已然行不通。硬的行不通，那本侯便走朝堂路子。明日一早备好车马，随我即刻进京面圣。我倒要看看陛下得知陆家勾结要挟，还会不会纵容他们在北境收拢人心。奴才遵令。品相完好无损，底款纹路全部属实，我信守承诺，在原本报价基础上多加5000万，全款转账给你。钱款我收到了，另外我还有一事相求，您名下的勘测设备公司能不能尽快调配一台高精注土地肥力探测仪？小事一桩，我现在就联系工厂，3日之内直接送到你的火锅店。谢谢你，真的太感谢了。老爷、世子，城中百姓听说神女有办法寻出沃土，全都聚集在街道上欢呼雀跃。只等神女姑娘寻来寻地器具，我们就能带着百姓前往荒野勘探、开垦良田。我们陆家也要备上稀世珍宝，好好答谢姑娘。您好，请您签收一下。
仪器总算到手，这下北境大片荒芜土地都能找到肥沃土地开垦耕种，百姓再也不用挨饿了。启禀陛下，臣有要事弹劾北境陆氏父子。陆家驻守北境期间，暗中勾结来历不明的妖邪女子，借妖物恩惠笼络全城百姓。卿所奏之事太过离奇，穿梭两界的诡异形式，皆是闻所未闻。陛下，北境数万百姓全都亲眼见证怪事，绝非臣凭空捏造。陆家与妖邪存伍，请陛下下旨查办陆家。此事事关边关守将与数十万百姓，不可草率定罪。朕决定微服前往北境边城实地查探，再做定夺。只要陛下亲眼看见那处诡异酒肆，必定会认定陆家私通妖姬。到时候陆家彻底失势，北境便由我说了算。听说神女姑娘已经寻来能探查沃土的宝物，等世子取回来，咱们就能开荒种地，以后年年都有粮食。若真能永久解决饥荒，神女的恩情，我们子子孙孙都要记在心里。大家稍安勿躁，神女已经着手准备器具，待器物送到，我便第一时间带回边城。姑娘今日唤我前来，莫非是寻地的法器已经筹备妥当？没错，这就是土地肥力探测仪，只要把探头贴在地面，屏幕就能显示这片土地适不适合耕种。此物无需罗盘，无需观星，仅凭一块器物就能变土地肥瘦，实在是无上仙家圣宝。姑娘这份恩情，陆恒无以为报。能帮你们彻底摆脱饥荒，这笔付出就不算亏。我替北境数万饥民再次谢过姑娘，待我们开垦出新田，收获粮食，必定备好世间罕见的珍宝，前来答谢。世子，这便是神女赐下能探查沃土的仙家法器吗？正是此物。今日劳烦各位随我去往城外勘测，若是顺利，不出几日就能播种。世子，这法器当真灵验，这荒土看着寸草不生，真能测出能不能种粮食？自然灵验，方才这片土层养分充足，只需稍加修整便能开垦。咱们先做好记号，后续统一规划农田。陛下，一路所见田地荒芜，沿途百姓神色愁苦，北境境况确实堪忧。朕此番暗中前来，就是要清查实情。入城之后，所有人收敛行迹，不可张扬，切勿惊动当地官吏。诺。父亲，城中来了几位外乡来客，行事十分低调，既不拜访官府，也不四处张扬，行踪颇为神秘。北境乱象早已传至朝堂，想来是朝中派人暗中查访，我们恪尽职守，安抚百姓，打理农业便可。听闻陆家得世外之人相助，寻得沃土，开垦耕种。陛下，镇北侯在城内暗中结党，屡次刁难陆将军父子。陆氏一门一心安抚百姓，又得一位神秘之人相助，送来粮食物资与寻地之法。如今已有不少土地恢复耕种。陆家世代镇守北境，忠心不二。镇北侯私心作祟，扰乱地方。你暗中传讯，约陆氏父子前来此处相见。不必多礼，朕暗中到此查访民情，今日寻你，只想听你据实说说城中诸事。父亲，圣上的确是微服暗访，而已暗中确认。果然是圣上微服暗访。如今真相已然明晰，我们只需安心耕种，守护百姓，静待后续安排便可。
陛下，查访完毕，是否要召集城中官员当众问话？不必大张旗鼓，朕本就是微服而来，若是公开身份，反倒违背暗访本意。你传信给镇北侯，令他即刻收敛心思，不许再无端生事，寻衅构陷。遵旨。圣上微服亲临，我所有心思都已暴露。北境有你们坚守，是一方百姓的福气。那位出手附助的世外之人心怀仁善，你们代为转达谢意即可。我等定当尽心守好北境，不负圣望。去吧。父亲，圣上已经离城。风波总算平息，往后我们专心打理田地，让百姓丰衣足食，也该备上一份宝礼，送往那位姑娘处，聊表全城谢意。这些珍宝太过贵重，我不能收。当初拿青玉瓶换探测仪，也只是心疼受苦的百姓，从未想过求取回报。姑娘善心难得，可边城百姓心中过意不去。既然金银器物你不愿接纳，往后我便只带本地吃食特产前来，想必你不会再推辞。吃食自然没问题，还有我只是个普通开店的人，实在受不起建庙供奉。是你救了全城人的性命，在百姓心中，你值得这份敬重。先前重油的失食让百姓肠胃不适，这些口味清淡，适合日常使用，你一并带回去。姑娘事事都为百姓着想，这份心意远胜珍宝。天色不早了，你赶紧回去吧。多谢神女娘娘送粮之恩，受耕种之法。父亲，神女拒收我们的珍宝，不过神女应允了我们回赠吃食。这位姑娘心性纯粹，既然贵重之物她不肯收，往后我们便只收集本土手工小食相送，也算聊表心意。如今靠着先前勘定的沃土耕种，城中百姓口粮渐渐能够自给，日子安稳了不少。今天又带了什么好东西过来？城中夫人新做的吃食，热水冲泡便可食用，特意送来让你尝尝。如今大家温饱无忧，再也不用为口粮发愁。能自给自足就再好不过了。我整理了一批耐寒蔬菜种子，里边还有改良农具的图纸，你带回去，能让地里的收成再上一层楼。姑娘总能为我们思虑长远，这份恩情，北境百姓始终铭记在心。此番前去，那位姑娘又赠予了不少好物。姑娘送来耐寒菜种与农具图样，还附上了种植要点，今年春耕用上，定能让收成再上一层。北京气候偏寒，不知道新种下的菜苗能否顺利存活。看你气色这般好，想必田里的作物都长势喜用吧？托姑娘送来的良种与新式农具，全境田地出苗整齐，按照你写下的方法打理，虫害也少了许多。我们搭建的简易暖棚抵得住低温，如今四季都能产出新鲜菜穗。这些是第一批成熟的蔬果，特意送来让你尝尝。往后百姓再也不用整年啃食干粮，日日都能吃上新鲜蔬菜了。今年这收成全靠神女保佑啊，可不是嘛？晚上给娃做顿好吃的。叮当姑娘收下了蔬果，也很关心田里的长势。短短10日，北境从荒芜贫瘠变成如今良田遍地，全靠那位姑娘一次次倾力帮助。如今百姓衣食自举，饥荒之患再也不会重现。如今各乡粮仓都渐渐有余粮，耕作也步入正轨。姑娘向来不收受金银宝物，往后我们便常送些本地新鲜农产，略表感激之心。再过不久便是秋收，等稻谷收割完毕，我再来给你送新米。